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钓鱼去。那今天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公布一下我们一起钓鱼去的 LINE 社群已经正式成立了，那也开通了属于一起钓鱼去的自己的卖场。那目前的部分啊，我们一样是采用 7-Eleven 的卖货便，因为毕竟它的运费也比较便宜，那相对的成本也会比较低一点这是首先第一件事情跟大家公告一下的。那第二件事情说，我自己用过觉得不错的卵虫，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 T 尾螺旋丸。那 T 尾螺旋丸啊，目前首批上架会有2种颜色，第一种就是我手上的这个湛白色。那第二种就是这种黑金色首先比较明显，针对一般 T 尾卵虫，它的 T 尾这个 T 尾的部分不会很大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 T 尾有比较大一点。拿这个黑金色的来看一下这是黑金色的。那再来第二点就是它这个逆螺旋纹啊，大家可以很仔细看一下弄得比较深一点这样子这个角度可能大家可以看得到那沟槽。这款卵虫啊，让我觉得特别是一般 T 尾在游动的时候，就只有这个尾部会去游动，龟底下海这样子而已。那我们这个螺旋丸啊，它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加了逆螺纹，再把这个槽给挖深之后，它不止尾巴会摆动，甚至连这个鱼体它也会跟一般米诺一样，它会这样子晃，变成说你这一只卵虫在游的时候它变成身体是这样晃，尾巴也会跟着摇。那再来颜色上为什么会先上这2款？是因为第一个，我个人针对水色比较清的时候，尤其是有太阳的时候，我特别推荐大家用黑金色的 T 尾螺旋丸。为什么大家如果可以仔细看一下，就是金葱的成分加的比别人还要多啦，要让它这样闪亮亮不灵的感觉那再来，如果针对水色比较浊我就会推荐大家用这一款闪白因为它水有一点浊的话，这款闪白在水底下的颜色会非常的显眼。那另外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厂商也很给力的帮我们在这些卵虫里面添加了幼鱼剂这2款卵虫，在卖场上先推出带铅曲柄钩这个铅有3克、3克、5克、7克，是3克，对，3克、5克、7克。钩子的部分是颈2的钩子，刚刚好搭配我们的卵虫的长度，刚好装上去的时候刚好有。我个人习惯是大概一半再过去一点点那这钩子的部分也长度大小刚刚好。好，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段期间我们在测试这2款饵的一些精彩画面像这种场所啊，我一定会丢在蚵棚跟桥墩的交界处那边，然后让它稍微沉下去一点之后，接着平拖回来这样诱鱼的效果非常好。你看，马上中鱼。那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要注意的。你看，像鱼啊，在这种场地，它会往障碍的地方去钻那所以你要适时的去调整线背，然后把你的鱼给抢救回来像它一直在往墙边磨其实那前导线都已经有磨到了幸好我们的前导线是0.4 mm的渔业用线强度还蛮够的。那拉回来的时候，它又接着要往肺棚区里面去钻所以要特别的注意你对环境的整个地形结构。基本上像这种地方这个范围有很大的几率底下是会有网子，所以就不要丢不要傻傻再丢进去再挖如果可能没挖到底，没勾到没事这种地方底下有网子的几率很多，包括延伸过去对面还有2只，所以这个范围可能都会有网子，就尽量不要丢了。
我是觉得啦，所以变成我们只能丢这个范围而已。你看前面也是有渔船白亚底下在帮忙啊，所以变成很多地方你要去看，你要去懂得去分辨，不是说傻傻的一直往下挖就会有，当然是没错啦，往下挖有鱼的机会比较高，但你也要分辨一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跑出来。顺便跟大家讲解一下说因为目前我最近跑的测试饵的场子算是比较深一点啦，所以我都会用5克的，我用这种搭配好的5克的铅头曲柄钩，这个铅是5克，钩子大概是斤2，那搭配上我们的螺旋尺寸是刚好，你不需要去掐头去尾，直接可以整只这样勾上去。那或者你可以寻边边角角，不要挖太深，挖太深可能就会挂底了。睡觉。睡觉。OK 啊！哇！好，是。转哦，这什么6指？水。那像这种泥土地啊，大家仔细看一下它土堆跟海里面中还是会有一个断层，那我就会去扫它断层的结构处那边，到稍微会往外一点，然后慢慢的平拖进来，大概一进到里面，你看一到断层处，鱼马上来个咬口。那它接着又往柱子那边去磨，要想办法把它拖出来。呱呱这种鱼种小虽小，但是它的拉力非常的十足啊。那我个人的习惯是扫完右边之后，我会接着扫另外左边这边。那一样相同的道理，我只要往外抛，稍微往外抛，离开那个断层处，那等它落地之后，再慢慢平拖回来就可以了。就是这样慢慢的拖回断层处遇到一些小土坡的话，就稍微把杆子往上抬。你看，一进来障碍区，马上被鱼拖走。红草小虽小那个冲劲也是有的。这边有一条缝，刚好有一条沟，丢出去就在石头边边而已。可是这种点不能挖太深了，因为挖太深可能会卡弹，所以那个深度可能要稍微自己拿捏一下。我是习惯把它抓刚好在石头上刮过去就好，很容易卡到，但是不去撞石头，有时候又挖不到点。那相对的，石斑红草都会躲在那种石头缝里面等待猎物经过。因为我是有长钩的好处，把钩尖藏住，相对的比较不会钩尖去撞到石头缝卡住。可是相对的，鱼如果咬口很猫的话，就常常咬不着钩。现在流开始在走。对，
折。好，嘎仔。哦。那流水在走后啊，水色变得有一点比较浊一点啊，所以我们就改用那个我们的 T 尾螺旋丸闪白系列的，这样子在水底下的辨识度，不管是人啊、鱼啊，都会比较好辨识啊。重鱼呢？我操！强在。不是每一次都要穿越障碍区啦。其实你也可以去扫那种障碍区的最边边啊，像这种乱石区的最右边啊，接下来就是平坦的地方。那我们一样抛出去最外围之后，让它到底，然后慢慢的平拖回来，沿着障碍区的最边边角角进来。你看，也是会有鱼躲在这边啊，而且力道还不小，这种咬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判断起来是红草泡是红草才对。一样啊，你绝对不要让线啊，想办法把它拉回来。那这种场地啊，高低落差比较大那针对我这一次是使用0.8的 PE 线加上0.4 mini 的渔业用线其实直接引拔也不是问题啊。神歪，我操！又掉了。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像这种石头堆砌而成的结构处啊，底下都会有一些空洞。那有洞的地方就特别容易躲鱼啊，大家千万不要把它给遗漏掉。一样啊，像这种整个你看都是石头堆砌而成的结构处啊，绝对不要放过啊！虽然风险比较大，因为毕竟你要贴着底部在走，但是这种地方不是会躲红草，就是会躲石斑啊，绝对会有躲鱼。你看，马上来了咬口还一直往洞里面钻啊，钻到那个整个前导线都在哀哀叫。要给我装入。好，那我们今天的测试影片就到这边。那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还有我们的赖社群以及卖货店的连结啊，到时候会放在描述栏还有那个留言置顶。我们下次见，拜拜。